今年9月，美国商务部以提高芯片供应链透明度为由，要求多家芯片相关企业提供商业数据，并定下11月8号的最终期限。如今期限已至，大部分企业已按照要求予以答复，其中包括备受关注的台湾地区企业台积电、韩国三星等。美国伸手要芯片密码，被批是搞数据勒索。美国为何不顾吃相，强行索取这些信息？芯片制造商声称提交数据有所保留，会否引发美国更多勒索？美国拿到芯片数据之后，是否影响中国芯片产业链安全？来看看报道。周一是美国要求多家芯片相关企业提供商业数据的截止日。当天，三星和 SK 等韩国半导体企业向美方提交相关资料，但强调并未交出关键客户机密。此前，全球最大半导体代工商台积电也做出类似表态。不过，对于美方的勒索行为，台经济部门主管王美花周一竟然称，这属于自愿性质，民进党当局不会干涉。那厂商也会在这个期限前呢，会去缴交。那当然如果涉及到商业机密的部分，他们也会有所保留。岛内舆论在争议台厂下跪的同时，也批评民进党当局一碰到美国就变软脚虾。我们的高官都在替美国政府讲话，岌岌可危。看到美国就变成没有骨头了，骨头是松散的软骨症。对于韩国芯片巨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这种有所保留的交卷方式，很难说是否能让美方满意。韩国韩民族日报指出，由于此次多家企业提交的资料中并未包含主要客户公司等敏感信息，因此有分析认为，11月8日的提交时限之后，美国政府可能还将要求这些企业提交补充材料。另有韩媒指出，由于全球半导体供应链正在持续变化，美国牵制中国的动作愈加明显，今后韩国或将受到美国更大的施压。对此，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文胜玉在周二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举行会晤时表示，由于商业机密等原因，难以提交其他资料，呼吁美方的理解。觉得就是美国它通过它的这种措施，还是会得到很多的一些信息和资料。这个其实对韩国的这个企业本身的商业安全，包括对韩国自身的甚至整体的经济安全，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隐患的。在跟美国的同盟关系当中像韩国那什么是美国的一个小兄弟，那么在关键的时刻，它实际上还是不得不服从美国的一些明显的，哪怕是明显的、公然的不合理的要求，所以反映了美国作为美国盟友的这种悲哀。白宫在今年9月召开了半导体峰会之后，美国商务部要求多国汽车制造商、芯片公司和其他产业链企业向其提交数据。尽管美方表示数据提交为企业自愿性质，但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警告称，如果不回复美国政府，美国可能动用国防生产法或其他工具。有分析认为，除了用国防生产法直接威胁，美国还有实体管制清单等其他长臂管辖手段，甚至可以拿与芯片厂商所在国和地区的双边关系说事。美国商务部要求半导体企业提交的调查问卷有13个问题，包括企业的产能、产品、前3大客户是谁、产品交付时间、库存量、上游供应商是谁、过去3年上游供应商是否有变动、提供什么上游产品、上游产品交付的时间和库存存在什么瓶颈、有没有新的投资建厂计划等等。这么一份调查问卷，足以让国际半导体大厂的商业机密彻底曝光在美国商务部眼中。半导体产业是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的重要经济支柱，相关当局担心美方这样的做法会造成商业机密外泄。기업의 가장 기본인 판매가와 원가를 공개를 해야 되니까 이것을 수요 기업에 넘어간다든지 경쟁사에 넘어가게 되면 상당히 곤혹스러운 일이죠.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称，几乎每个产业、每家企业都有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机密，包括技术、客户、成本、订单等。撇开属于非法犯罪的情形不谈，美国政府这次的要求虽然名为企业自愿，但美方摆明不交出资料者将被制裁。所谓自愿，全然是自欺欺人。美国此次等于在全球开了一个恶例。对于美国强取芯片数据，韩媒将其形容为拜登版的美国优先。虽然在芯片制造的核心技术上，美国占了优势，但在产量这一方面，美国却已落于下风。数据显示，在代工市场上，台积电的市场份额占到54%，三星的市场份额也达到18%。在美国本土制造的芯片数量越来越少。25 years ago, the United States produced 37%
of the world's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 the U.S. Today, that number has declined to just 12%. 同时，芯片制造急剧减少的背后是美国供应链危机，而这正是美国总统拜登关注的重点所在。美国汽车制造产业近来陷入低迷，通用、福特等传统车企部分停产、减产，导致失业率增长。Across American manufacturing has suffered rather dramatically from a chip shortage. We have all heard about auto plants in our states that are closed or operating at reduced capacity because they can't get the chips. 除了汽车产业外，缺芯问题已经令美国从计算机到电器，甚至是牙刷等产品的生产都面临危机。美国迫切希望通过半导体行业回流到美国，把芯片行业做大，使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取得控制权。而美国选择的办法不是加大投资进行研发，而是对其他芯片企业进行施压，逼他人就范。而美国强取芯片机密数据，也会对中国芯片供应链构成威胁。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今年前10个月，中国进口芯片接近5.28万亿个，金额接近3475亿美元，全球第一。此次美国收集到相关数据后，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掌握了全球最主要的芯片厂商的中国客户情况，这也为美国以后精准打击中国企业提供了依据。美国要打造以自己为主导的这个供应链，所以这个呢，实际上不只是对我们中国，包括对中国在内的，也包括所有其他国家的这种产业链的安全来讲，实际上都是一种威胁。就是美国的这种做法很明显，就是说它是一种零和心态，就是把自己的产业链安全是建立在对别人的这种不安全的这种基础之上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美国总统拜登12月上旬要召开民主峰会，他究竟有何目的呢？梅西你好，拜登组织召开全球民主峰会，其目的呢，并不是他在这个竞选中自诩的要帮助遏制全球范围内民主倒退及对人权及自由的侵蚀，而是呢要对抗中俄，分裂全世界。既然是民主峰会，起码呢，全世界各地区主要的国家呢都应该参加，来讨论如何更好地推进民主，创建更丰富的民主形式，实现国家间的平等。但是呢，从发布的邀请名单来看，看不出美国呢有国际民主观，也看不出美国眼中的各国呢都是平等的。相反，受邀的国家大多是美国想拉拢的国家，其目的呢是借民主之名来搞美国独裁。美国认为可能会站到美国一边的，就给一顶民主国家的帽子。所以呢，敢于抵制美国霸凌的国家，比如中国、俄罗斯，自然呢不在这个名单上。敢于和美国说不的国家，即便是盟国，比如埃及、土耳其，也不在这个名单上。相反呢，一些在民主上倒退、人权上恶化的国家，比如印度、菲律宾、波兰，在首要之列；而在民主进程中有进步、有特色的国家，比如匈牙利、越南，又不在首要之列。出现这样的混乱呢，正好就说明拜登的民主峰会不是为了这个推进全球民主进程，而是要对抗中俄。就像美国媒体评论的，拜登政府呢是想借助民主这一价值制高点来对抗中国的崛起，分化世界各国同中国的关系。美国呢还单独邀请了中国台湾省，这是暗中承认台湾地区作为一个独立的民主政府，等于呢是在为台独张目，一样呢是制约中国的手段。那么这个扯虎皮拉大旗的所谓民主峰会，究竟能够成什么劲呢？我看呢会成妖精，会让全世界更清楚地识别出美国的民主呀正在倒退变色，人权和自由呢在美国价值观遭到了严重的侵蚀。这呢不是我在这儿意气用事，而是事实。10月1日，著名的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呢发布了一份报告，调查了包括美国在内的17个经济体的民众对于美国社会和政治等多方面的评价。比如说呢，美国是民主的典范吗？调查结论让人大破眼镜，只有17%的外国民众认为这个美国民主仍然是典范，而57%的人认为呢，它已经成了过去式。还有23%的人呢认为美国呢从来都不是。那么美国人的看法呢也是如此，7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曾经是民主的典范，但现在不是了。可见呢，
美国呀就根本不具备涉谈民主的资格，还搞什么民主峰会呢？台湾的台积电及韩国的三星都向美国商务部提交了有关芯片的资料。那您是如何来看待这件事呢？会对世界产业链产生怎样的影响？美国商务部呢要求全球芯片企业交出相关的资料，目的呢是掌握芯片企业的商业秘密，进而采取各种手段独霸芯片产业，为疫情之后的美国经济增长而服务。这些都是芯片企业的这个最高机密了，客户资料泄露呢，就会严重的影响商业往来，库存和产能呢，则会直接影响芯片的定价。现在交卷的情况也是有所不同，台积电比较听话，给出了比较多的资料，韩国三星呢也交了资料，但是明确说呀不会交出商业秘密。美国企业呢好像也都没交卷，即便是交卷呢，也是当托的。那么美国呀，如果掌握了芯片企业的商业秘密，可能呢会对全球产业链带来很坏的影响。一呢是美国可以霸占芯片，二是呢对芯片企业可以任意摆布，三呢通过掌握芯片的流向，可以对特定的国家和企业呢进行精准打击和制裁。不过说到底啊，美国对台积电等芯片企业进行调查和掌握，是中美紧张加剧的表现。新冠疫情呢逐渐控制以后，明年呢是中美经济博弈的关键年份，而芯片呢又是很多产业的核心部分，谁能优先得到芯片供应，谁就能够胜出一筹，对国家和对企业呢都是一样。好的，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